给我瞄准了打。注意看，视频当中穿着红色裤衩的正是 WBC 世界泰拳王佩查差。此人凭借断肠碎骨的拳法，曾连续80场比赛将对手打进抢救室。在得知此次的对手是中国选手后，这嚣张的表态，称中国选手的拳头软得像娘们儿一样软弱无力，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就是孙子。结果惨被狂轰上千拳，满脸开花，当场毁容。我太难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这是一场中国武术大战泰拳的一场精彩对局。在泰国人的眼中呢，他们有着什么对华500年不败的一个说法。当年呢，直到刘海龙的出现啊，将这个泰国人打老实了啊，直到现在泰国人也不敢这个放肆啊，不敢造次。但当然啊，有一些个嚣张的泰国选手，比如说本场比赛的黑色裤衩红方选手佩查差啊，他就很猖獗。他是 WBC 泰拳世界冠军。我们看这个家伙身材是非常的壮，曾连续80场比赛将对手呢打进抢救车啊。据说他的拳法能断肠，能碎骨。好，再来看一下橘色裤衩这个小伙子，哦，很瘦啊，细竹竿儿，没有错，来自于我们中国咏春拳第21代的传人魏子钦。好，魏子钦很年轻，24岁。他的拳法很厉害，没有错啊，练的是咏春拳。好漂亮，这个拳打得很准啊！好飞膝，我们看这个对手完全不做防守啊，很嚣张。哦，漂亮，后指一拳打翻，这就是不防守的下场。那这个佩查差啊，3年狂言说呢，这个打中国人啊不需要防守啊，防守一下都是孙子。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拳头太软了。连续的砸击，哇，这一波我打了得有10多拳啊，而且不是空拳啊，每一拳都是实心了啊，实打实的，不是空炮。从某一个角度看啊，对方的确和这个罗唐长得有一丝相像。好，非常灵活。魏子钦的话是连打带闪，灵活的步伐，再配上这种犀利的拳法，好的。第一回合还有最后的20秒钟。哦，漂亮，左勾拳，再接飞膝。魏子钦啊，这个小伙子不仅拳法厉害，这个综合实力也是很强啊。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魏子钦呢还是要动起来。我们看我们站桩啊和对方打，拼拳还是吃亏的，因为这个佩查差啊还是很硬。好，但是我们注意看，这个佩查差的脸啊已经开始肿胀不已，在家流血了。但是这个佩查差我们看是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这家伙真硬啊！这还是脸吗，观众朋友们？我觉得他脸部可能是打了钢罐，或者说打麻药了啊！好，你看又是个肘击再肘，不仅是打不倒，甚至打不晃啊！
魏子钦继续发挥自己灵活的优势，这双大长腿不白长啊，的确是够灵活。双方是从头打到尾啊，对方呢也是从头追到尾，很执着啊。因为对方虽然说了啊，防守一下是孙子，看来对方还是很讲信用。第二回合最后的30秒钟。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看一下两人的精彩表现。看起来是对方在追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牵着对方的鼻子在走，这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啊。现在实际上是魏子钦啊占据着主导权，我们有得选，我们可以走也可以拼，但对方没得选啊，对方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追。哦，这个脸已经不是脸了。我觉得他的母亲如果在现场，恐怕都没有办法去相认这个儿子啊。这个胳膊是真长啊，魏子钦呐，哦，真是打的对方一点脾气没有。再沿数据看的话，实际上没有差太多啊，差了是不到20公分，15公分左右。但是到实战之后，我们看，哦呦，连续前手点了3下。但是到了实战之后，这个差距就有了。对方的这个脸是不是已经是麻木了？我这怎么？哎呦，这丝毫没有痛觉吗？这是，哇，太恐怖了！两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一个嘴巴像腊肠啊，像香肠。好，最后的1分钟。目前看魏子钦的话是丝毫没有受伤啊，一点伤都没有，打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泰国选手这么惨。我们熟知的这个罗唐啊，喜欢这种战术啊，就是猛打猛冲。但是罗唐呢，天生啊这个抗击打能力很强啊，但是这被查差，哎呦，之前可能很强，但是今天啊碰到咏春拳啊就不太行了。好，连续的砍腿，魏子钦在最后一个回合啊想起了砍腿了。下期视频，感谢。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TKO，TKO，完了。
广东16岁咏春拳传人傅涵参赛，重拳 KO 韩国女天才，吓得韩国人赶紧扔出毛巾投降。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世界比武大会，走进韩国首尔站的现场。好，我们注意看左边选手穿着灰色小背心的，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广东佛山。
用手都打进来，哎，走，现在不能打，预备。注意看右边的黑人选手竟然恶意挑衅中国选手，现场裁判越是阻拦，他越是嚣张，越是来劲儿。这个黑人狂徒就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姆巴佩，此人在中国拳坛臭名昭著，经常在比赛开始之前恶意搞偷袭，挑衅对手。这个家伙不仅赛前嚣张，赛后也是一个好色之徒。比赛结束后，在当众表白中国颁奖小姐，不顾对方感受，强行送给对手鲜花。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狂妄恶徒、好色之徒姆巴佩。观众朋友们，不要搞混了，他并不是身价数十亿的足球明星啊，法国姆巴佩，而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姆巴佩。好，注意看这个家伙，厚厚的嘴唇，长得是奇丑无比呀。好，这场比赛迎战他的对手正是来自我们中国年仅21岁的中国小将许志伟。许志伟刚进入到拳坛没多久啊，12战绩总共才打了这个8场比赛。但是观众朋友们啊，其中呢他赢了6场，输掉的2场比赛啊，也不是被 KO 啊，而是判定，因为当时对比赛规则不是很了解啊，刚打拳击啊，输比赛也是很正常的。哇，观众朋友们的确长得太丑了啊，像一条鲶鱼，我觉得说它像鲶鱼有点侮辱鲶鱼了。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本场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注意看红方选手中国小将许志伟。刚刚说错了，他不是21岁啊，19周岁20岁，而这个姆巴佩是25岁。对，红方许志伟控的距离控的很好，是，而且因为散打出身嘛，所以打得更灵活一些。漂亮，很漂亮的。Adrian 其实感觉是比较偏那种硬的选手，对，很好。就是速度还是有差别，是，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差不多是吧？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我觉得，哇，这个动作很厉害。这个姆巴佩呢，常年混在我们中国打比赛，从22岁来，现在25岁啊，混了3年了，中文啊也学了不少。那么他曾经在媒体面前用他蹩脚的中文表示，说我们中国人的人好打，中国的钱好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他才敢赛前啊频频的挑衅啊，频频的叫板。但现在已经不是20年前了，我们中国选手、中国小将，一个脾气比一个暴，一个打法比一个猛。所以说呢，对方越挑衅，我们这边越生气。你不激怒还好，你一激怒啊，反而成了中方选手的兴奋剂。好，许志伟这个小伙的确是敢打，敢往里去冲。虽然说才19周岁，但是表现还不错，就是比较年轻啊。打法上来讲呢，欠一点火候。能不能把红方打累了？但是你看他战术是怎么安排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在第一局目前来看的话，蓝方就是属于一直在压，但是动作很少。对，一直在被打。以及我很喜欢红方的这个气氛，而且速度好快。对，他是个反架，你的后手塞的这个很直接。是的，而且他不只是会用一个技巧，又定膝又做变调，也有脚步动作，更丰富一点。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姆巴佩在局面上压的的确是比较凶，但实际上他的有效打击数啊和进攻出手次数少得可怜啊，几乎是没怎么出拳。反观是许志伟啊，这个小伙呢边推边打，他并不是单纯的后退啊，而是呢这个诱敌深入，然后再找机会。啊，对方的确是老油条啊，你看他的防守很及时。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那第二局开始啊，看蓝方的教练是怎么给他布置的第二局的战术。对，我也希望他可以快一点。他现在一直就第一回合一直被打了，一直被控制。我觉得他可以压多一点，然后自己先出拳，而且用组合拳，不能单独打的。
单独根本找不到。节奏感慢。哦，哎呦，对，现在开这始，来的好猛啊！对，哦呦，又来一下，踢中了，这第二回合刚一开局，我们看这个姆巴佩呢，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啊！观众朋友们，压得很凶。哦，要小心了。对方看起来似乎呢是想要火力全开，想要真正意义上压制我们的中国小将。看来对方呢不仅嚣张啊，还真有点本事，还真有点刷子。后手打的是很好，是的，这力量，他有点迎击，后手塞的很直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像这力量渗不进去一样？来了一下，好，非常好。许志伟年轻的这个特点啊表现出来了，在吃拳之后呢，他不后退，这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表现。你越是和我打啊，我越是和你干。好，注意时间，还有1分钟。目前局面上来看，我觉得志伟的表现可能是稍微有些被动。但是打击数上、分数上来讲还好，因为这个姆巴佩他的出手次数呢是非常少的，因为打拳效果非常好。这个会会还有剩下来40秒钟。哦，他看起来也不差。哎呀，两个人都很抗打。对，你看我们在这听着啪啪打的声音响，特别那个膝盖蹬腿腿法就声音就是那个弱的感觉，砰！对，所以两个人这个徐志伟他丰富的进攻好漂亮。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了，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不知不觉打到第3个回合了，那许志伟这个小伙呢也是逐渐找到了状态。在前面的2个回合呢，许志伟这个小伙过于的低调打的是过于的比较内敛。本身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也是文质彬彬的像一个3好学生。哎，漂亮，这敢打了。而且这康熙打能力真的可以，我们看吃到姆巴佩的拳他不仅是没有后退连头部位移都很轻微，看不到是被打退的感觉。中了，对，读秒钟了。 3, 4, 5, 6, 他起不起来。 7, 8. OK. 刚刚感觉很重啊。所以两个高。好，DKO。让他继续。现在感觉教练他们在吵架。还可以继续，还可以继续。好，这个情况有些特殊。那姆巴佩的团队扔出了毛巾意思是投降。但是姆巴佩站了起来，表示还能打。注意看时间，第3回合呢还有一半不到的时间了，1分多钟。那么在前面是有2次击倒，1次读秒。好漂亮，有感觉了。我们看许志伟连拳带腿，打得不错。两个人连拳带腿，谁也不服谁都不服。这是真打出感觉了打出这个火气了。整场比赛最精彩的一部分估计全在这儿。两个人相互换拳之后，
哦呦，又有拳又有哇，打好多次了哇哦，互相拼，又来了，好精彩！真的很好。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结束。那么双方的比赛呢，在前2个回合呀，也是略显枯燥，但是最后一个回合，尤其是最后的这个1分多钟啊，打的的确很精彩啊！双方呢是玩了命的拼拳啊，谁也不服，谁也不怕。那么赛前对方呢很嚣张，我还以为对方多强呢，没有想到就这点本事啊！好，让我们恭喜中国小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一致判定。十分感谢屏幕前你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再见。什么10级？嚣张的日本空手道冠军来中国踢馆，叫嚣道：“中国武术都是女人练的娘们拳法，没有任何实战能力，日本空手道才是世界第一。”面对日本人的嚣张态度，太极拳传人韩飞龙霸气出山，用真正的太极功夫打得日本选手哭爹喊娘，临门一脚更是精准无比，当场让日本选手断子绝孙。他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他将太极拳中的4两拨千斤体现得淋漓尽致，灵活飘逸的八卦连环腿把每一个来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斩于马下。他就是太极拳传人韩飞龙。但即便韩飞龙实力强劲，但依然有不要命的小日本子前来挑战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大战日本空手道的精彩对局。在世界武术上，最出名的便是我们中国武术和日本空手道。数百年以来，到底是中国武术更能打，还是日本空手道更强啊？关于这个话题，那是争议不断，吵的那是天昏地暗，看好哪一边的都有。好，这场比赛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白色长裤，太极传人韩飞龙。而蓝方选手便是来自日本的空手道大赛冠军招仓丰树。这个小日本子是相当的嚣张了啊！赛前表示，我们中国武术都是花拳绣腿，女人练的娘们拳法，没有实战能力。更说他们的日本空手道是世界第一。我们注意看他一脸嬉皮笑脸。比赛开始到现在，已经多次挑衅韩飞龙了。而韩飞龙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啊，他是稳扎稳打，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慌乱。招仓丰树是什么样的表现？怪不得韩飞龙穿着这样一个长裤，对，很有特色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这个太极拳这个风格哈。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招仓丰树啊，我们发现招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转身的后蹬下踢，连续的组合拳。很漂亮。招仓丰树逼到了这个绳脚。注意看，贼眉鼠眼，一脸贱笑。面对韩飞龙的强势猛攻啊，这个家伙非但没有怯懦，而且反而嘲笑韩飞龙，表示我无所谓啊，我没有受伤。哇，这个小日本的确很狂啊，因为韩飞龙很年轻，他22岁，他并没有把韩飞龙放在眼里。后手直拳接前腿的高扫，韩飞龙及时躲过去了，然后这个动作太戏剧化了。招仓丰树的一个失去重心，用力过猛，失去重心滑倒了。看招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招仓丰树，我看他的手拿的呀很低，正蹬，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了。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最为讲究的便是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对方这个小日本子啊，冲得越猛，上得越狠，我们韩飞龙的反击也就越来越猛。好，你看，对方只要稍微一上步啊，稍微冲过来，韩飞龙会立马化解。别看韩飞龙很年轻啊，但他毕竟是名师出高徒，师傅很厉害，那徒弟自然错不了。而韩飞龙最为拿手的八卦连环腿，那目前还没有用啊。好，前摆，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应该是跆拳道里的下劈，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哇哦！比赛最后1秒，韩飞龙的八卦连环腿亮了出来，潇洒飘逸的同时又不失刚猛，这就是韩飞龙的腿法。
好，接下来看一下两名选手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韩飞龙的动作质量，无论是他的防守方式，还是他的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对。这是招仓风树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分的一个依据。这是发生了什么？刚才是招仓风树从裁判看招仓风这个膝盖啊起的有一些过于靠近韩飞龙的裆部，所以裁判要提出来要注意一点。现在这个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啊，招仓风树已经完全懵了。他的每一次凶猛的进攻，每一次出招，每一次出拳出腿，都被韩飞龙啊轻松化解。我相信现在对方肯定是懵的。我们看，又一次像摔一条死狗一样把对方摔倒地上。现在只要对方一出腿，就会被韩飞龙啊立马放倒在地。如果来到内围之后，也会被韩飞龙摔翻在地啊！反正是无论怎么打，都打不过我。一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像肌肉的线条哈，包括肩部的三角肌，然后肱二头肌、肱三头肌都非常明显清晰。现在这个小日本的招仓风树啊，已经是急得不行哦，漂亮，劈挂腿，没错，大脚踹脸。扇小日本子的耳光啊，千万不能用手啊，因为它只会脏了我们的手。用脚刚刚好，好漂亮，又一次放倒在地。就目前来看，日本的空手道在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的面前啊，观众朋友们完全没牌面，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这场比赛就像是一个正常人打一条疯狗一样啊，对方已经完全失了风了。我们看，他就是想疯狂的进攻我们，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打得越猛，我们韩飞龙的反击啊就越厉害，这就是借力打力。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那目前前2个回合韩飞龙啊都是优势满满。我相信群众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那到底谁的功夫是娘们儿拳法已经很明显了。对方啊就像是一个发疯的娘们儿啊，不讲道理，与其说是拳法，更像是挠人。接下来看一下太极拳和空手道到底谁能够决出胜利。学生非常友好的抱了一下。韩飞龙连续的组合拳，但是落空。是的，哇，现在这个非常精彩。招仓风树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转身后倒踢到裆部。这个是很痛很痛。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风树的大腿的。观众朋友们，这一脚我只能说呀，踢得好，踢得妙，踢的是呱呱叫啊！这帮侵华战犯的后代就不配再有后代。我觉得啊，从此以后断子绝孙没什么好说的啊，很好，非常好。我也希望我们的中国选手多学一学啊，多学习韩飞龙的这招啊，断子绝孙脚，让这帮小日本子尝一尝痛苦，让这帮小日本子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但是被这个招仓风树抱住了。又是一个舍身踢。刚刚洪峰选手那个是超人拳。这个
日本选手一个飞起来的一个飞膝啊，非常危险。但是韩飞龙一个侧身的闪避啊，但是也还是很危险，刮这个下过去了。第3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双方的比赛啊，基本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了。哦，让你转，让你转。小日本子活还不少啊，还会转身边拳。学什么转身边拳啊？你干脆学学中文啊，学习啊，这个中国身份证怎么领，将来啊好做好准备就行了。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我们的日本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连续的组合拳接一击。哇，刚刚这套组合拳法，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看的肯定是非常过瘾。您可能会好奇，这太极拳法不都是很软很柔的一种拳法吗？为什么这么猛？韩飞龙的太极拳啊，和其他人不同，他是实战派，他将太极拳和自由搏击啊结合到了一块儿，这是一个刚中带柔，柔中带刚的独特打法。最后10秒。再一次左身踢，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比赛结束。好，双方的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场比赛的结果，观众朋友们啊已经是不用猜啊。好，双方的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一场对局双方选手的结果。好，双方这场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一场比赛的结果，观众朋友们已经是有数了。没错，对方在韩飞龙的面前啊，根本没法打。好，双方这场太极拳大战空手道的对局终于结束了。我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我们牵出来溜溜啊！不要说谁强，打完一场我们就知道了。那很明显，本场比赛韩飞龙是毫无争议的吊打对手，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很精彩啊，也为我们中国武术证明了，也是狠狠的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气势。好了，比赛到此为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给我瞄准了打！他是泰国拳坛最硬的男人，扬言打中国人从不防守的被查差。不过，当他遇到咏春拳第23代弟子魏子钦时，这场比赛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我太难了。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号称泰国有史以来最硬的男人。他的身体硬度据说比波球、比罗唐还要硬，他就是佩查差。上战绩到目前为止85胜26负，他输过赢过，但是观众朋友们，他就是从来没有被 KO 过，也从没被击倒过。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只要我不躺下睡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我放倒，就是这么狂。而这一次他就更狂了，因为他听说他今天的对手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小将，他便当众表示，打中国人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孙子。而眼前的这个瘦小伙便是佩查差今晚的对手，来自我们中国的咏春拳第23代传人魏子钦。这个小伙将咏春拳带到了现代搏击擂台，而且目前为止啊，生涯战绩26胜3负。可以说，魏子钦这个小伙的出现啊，打了很多瞧不起并且质疑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啊不能打的人的脸。好，闲话少说，我们比赛开始。泰国的佩查差刚开局就吃到2拳，但看起来的确是硬度相当不错。这个佩查差呢，他日常的训练呀也相当变态。别人训练都是打沙包、打沙袋或者打木桩子，而他的训练就是被别人打。没错，站那不动啊，一动不动，让不同的人来打他。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抗击打能力，甚至还会用这个粗盐啊来搓洗自己的身体和皮肤。以提升自己的皮肤硬度。我甚至一度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受虐倾向。魏子钦相当灵活，连打带闪，
让这个佩查差呢是看得见而摸不着。好，顶膝有命中。哦，击倒了。第一回合我们看，哇，这一下击倒也打破了佩查差呢以往的一个从未被击倒过的记录。魏子钦明显想要乘胜追击，连续的补刀。哦，这连串连打11拳的。但泰国最硬的男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对方这个恢复能力和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够变态。在这么一连串的猛攻之下呢，还能站得住。哇，魏子钦的身法和步伐相当的灵活。此时此刻，他就像一个西班牙的斗牛士啊，把这个佩查差呢当成了一头疯牛，当成了一头野牛来斗。好漂亮，又是一个上勾哦，顶膝。佩查差有点上头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他真的是完全不做防守。好，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佩查差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是相当的愤怒，因为魏子钦打破了他从未被击倒过的记录。我们注意看，在第一回合，魏子钦的招式啊都打得非常的实，你看，但是他的眼神并没有产生涣散，只不过呢是被魏子钦呢拳法的冲击力给打倒了。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很好辨认啊，橘色短裤的瘦小伙，中国咏春拳第23代传人魏子钦，而黑色裤衩便是泰国最硬的男人佩查差。第2回合的佩查差明显是着急了。对，魏子钦是穷追猛打，穷追不舍。哎呦，但注意看他的右眼，哇，已经开口了。这个口子会随着比赛的深入呢越开越大。这也是佩查差职业生涯有史以来呀第一次被打出血。魏子钦还是要动起来，不要和对方呢站在一块打。如果硬碰硬的话，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吃亏的啊。第2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在这一回合，佩查差呢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牛啊，已经是完全不做防守了。因为他之前也说了，他说防守一下就是孙子。要小心，不要被对方爆杆拳打得太多啊！爆杆拳如果说被打太多的话，容易被打定住。魏子钦开始尝试用一些顶手、砸手来扩大对方的伤口。因为咏春拳啊，它是一个招式小、速度快、攻防兼备的这么一个拳法。说句实话啊，杀伤力的话并不是特别的顶级，但咏春拳厉害就厉害在啊，它的打击密度啊，它的出拳频率比较高。我们出5拳，对方能出1拳就好不错了。我估计现在让佩查差的亲生母亲来看到他儿子的模样啊，估计也认不出来了。2只眼睛被打得眯成了一条缝。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哇，这个家伙可真是言出必行啊！说不防守，还真就不防守。
注意看魏子钦，哎呦，皱着眉头，应该是在抱怨着什么？他应该是在说呀，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抗打啊？就像是一个人形的木桩子啊，根本打不坏。在比赛的前2个回合，毋庸置疑，魏子钦已经是顺利拿下。但是接下来还有最后1个回合，比赛还没结束，还没有到最后一刻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费特最后1个回合，比赛继续。魏子钦呢，他的身高比对方高了很多啊，居高临下，所以说打得很舒服。我们能够得到对手，而对方啊很难够得到我们。这一回合，佩查柴依旧是相当勇猛，依旧是横冲直撞，完全不做防守。如果说是其他选手受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裁判早就终止比赛了，但他是佩查柴。他的抗击打能力在整个拳击界啊相当出名了，所以说裁判呢也是没有叫停比赛。第3回合最后的1分半。这个伤况太严重了，但是他呢还有体能啊，还在往前冲。所以此时此刻，这个泰国选手佩查柴他唯一能赢的途径，那就是 KO 掉魏子钦，因为在分数上双方差的实在是太悬殊了。有可能魏子钦的有效打击数是对方的3倍都不止。即便看不懂拳击、不懂规则的，我相信也能看得出来。好，连续的扫踢，魏子钦开始尝试砍腿了。其实早就该砍腿了，如果砍得早一点，限制对方的移动能力，恐怕这个比赛啊早就结束了。我强烈建议让这个佩查柴啊和我们中国的著名少林武僧一龙大师打上一场，2个人对着打啊，谁也别防守，看一下谁更抗揍。我相信这个比赛啊绝对会票房极高啊！好，比赛结束。这场中国咏春拳对战泰拳的对决，比赛结果我相信没什么悬念啊，最终的话没有问题，恭喜魏子钦。但当然，这个瞧不起我们中国武术、瞧不起中国人的佩查柴啊，虽然说他很狂，但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令人感到敬佩。好，比赛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有了，已经明显的不行了，只有招架直通了。澳大利亚总统女保镖来华嚣张踢馆，结果惨被张伟丽5秒狂砸30几拳，打得鼻血横飞，险些身亡擂台。好，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澳大战，没有错啊，中国大战澳大利亚。好，我们看首先登场的选手，我相信我们全国的老百姓啊，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就是中国女拳王张伟丽。那么她是中国女拳王、亚洲女拳王，现在还是世界女拳王。那从一个幼儿园教师啊，从一个送外卖的打到世界冠军，那张伟丽呢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好，这场比赛我们张伟丽的话是擂台守擂者，然而今天她要迎战的便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总统保镖阿尔玛朱尼可。我们看他很年轻啊，他才23岁，但是在21岁的时候啊就被选为了澳大利亚的总统贴身女保镖。那不仅如此，他还是澳大利亚的泰拳双冠王。2岁时便开始练习泰拳，据说最快的时候 0.3秒就可以打死一个人。这一次他也是不远万里主动来挑战张伟丽，并且在来中国之前呢，他也是立下了军令状，在媒体面前当众大放厥词。这一次我去中国打比赛，只可能有2个结果，要么我打死张伟丽，要么张伟丽被我打死。
他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有100%的信心能够击败他。好，对方的澳大利亚总统女保镖呢，很猖獗也很自信。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人送外号啊马格南。马格南啊是一把手枪，那这个手枪呢可以在100米之内啊打穿防弹衣。那所以说老外给张伟丽取这个外号啊，也是认可了我们张伟丽的实力。好，蓝方选手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总统女保镖阿尔玛朱尼可。好，我们看对方的身高上是有着很明显的一个优势啊，身高包括臂展啊以腿这个优势都很明显。对方的这个大腿啊，他是没有张伟丽粗。你看我们张伟丽长得并不是很高啊，但是他把这个自己的硬件啊四肢呢练得都很粗壮，这也使得张伟丽的爆发力很足。这场比赛在赛前啊，99%以上的老外啊，包括什么美国人啊、小日本子，都认为我们张伟丽极有可能会输掉比赛啊，因为对方的这个总统保镖啊实力很强劲，而且他的体重也要比张伟丽大很多。所以说有99%的老外认为张伟丽本场比赛肯定会输，剩下的1%啊认为张伟丽会被打死。那总而言之呢，可以说所有的老外都不看好我们的张伟丽。那当然啊，我对张伟丽那是100%的信任。好，我们看连续重击。张伟丽出到快拳的时候呢，对方完全是招架不太住。但是打内围，张伟丽是有点吃亏，因为对方的话练习的是泰拳啊，打近身缠斗，对方有很多进攻手段，尤其是对方的这个顶膝，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哦呦呦，小心！这个张伟丽的大力砍腿啊，还是有点过于凶狠了啊，能把自己给这个抡飞出去。这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我们看双方戴的拳套呢是大拳套，而不是这个分指手套啊，所以说这并不是张伟丽现在打的这个综合格斗啊。如果打综合格斗的话，张伟丽可以说不出1分钟啊，就可以从地面上把对方给秒杀。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精彩。那么张伟丽在整体身形上啊，完全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啊，也打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的确很困难，因为对方的这个身高臂长啊太长了，优势太大啊。张伟丽打起来，你看这也是面露难色了，很难杀进去，因为只要一杀进去啊，会先吃到对方的这个迎击。但好在张伟丽的这个气势上啊，能把对方给吓住。看来对方的总统保镖啊，这个也不过如此啊，也没有想象中啊那么强。好，随着美女的出场，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们啊，这第二回合可比这个美女还要精彩啊，还要漂亮。好，我们看一下张伟丽这一回合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很多人说啊，说张伟丽长得不好看啊，胳膊也不长，这个腿也不长，肯定不厉害啊，肯定不能打到冠军。但当然，张伟成为冠军之后啊，可以说狠狠地扇了这帮人的脸。我国内有很多人啊，他不支持自己人啊，就喜欢支持老外。那不管我们中国人强还是不强啊，他就喜欢支持老外。观众朋友们啊，这种人呢，如果在战争年代，你要小心了啊，非汉不是汉奸啊，基本上就是走狗啊，没什么区别。对方的胳膊的确长啊，
哦，但是我们看对方的鼻血被打出来了，张伟丽的拳还是够重。双方戴的这个拳套啊，它这个比较大啊，所以说呢，这个杀伤力呢并不是很足。如果给张伟丽一个这种分指的小拳套啊，我相信张伟丽能打烂对方的脸。相对来说，张伟丽的假动作呢还是比较多。哦哟，旋风踢！别看我们的腿并不是很长啊，但招式上还是会的很多。哦哟，漂亮！哦，这一拳塞得很准啊！对方踢腿的一个瞬间打到了对方的脸上。实际上张伟丽打过很多啊，像这种外国比较壮的选手，很正常了。因为这个尤其是欧美这边，他们的身材呢的确都很壮啊，这帮老娘们儿这个都像大水牛一样，没有办法。好，我们看张伟丽连续的砸击，哇吼，这个就像机关枪一样。连续的左右开弓，打完上面打下面啊，上下其手。双方在换拳上，对方完全不是张伟丽的对手，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啊。因为张伟丽的这个拳啊，可以说是又快又猛，对方想防啊，这防不太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那么张伟丽可以说在整个比赛当中啊，虽然说在身形和臂展上是有劣势，但是打的还是很精彩啊，全程压着对方去打。我们看把对方打的是披头散发，鼻血横飞啊，非常的精彩。这张伟丽确实拼了啊！这场比赛我们作为擂台守擂者打出了一场啊这个非凡的比赛。赛前虽然说有很多人啊，99%的老外并不看好我们，但今天张伟丽是不仅啊为自己出了口气啊，同时也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场比赛虽然说并没有产生 KO， 但张伟丽的表现呢绝对是足够出色。那么打出了一场啊以小博大的精彩对局。我们看这个对方的鼻血始终是挂在这个嘴边啊，渴了的时候就舔上2口。好，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罚。好，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战胜了澳大利亚总统保镖，打得非常精彩。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